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欢迎来宾，首先欢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在伊朗的战情，尤其现在最新川普的放话要抹除掉整个伊朗哦。那么伊朗现在则是喊出要圣战，洲际弹道飞弹预估他说了可以飞到射程到纽约跟华盛顿。以色列的部分则是开始备战7000枚的飞弹，中国大陆则是送出了它的超高音速的武器来压境吗？中东的开战倒数，今天一起来做关心。三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是，中国大陆这一波是真的会把它的武器，我们看到的是各种的飞弹持续的搬进中东吗？那如果真的搬进来的话，美国的林肯号即将到的林肯号还是王牌吗？还是成为一个废铁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做军武面的关注。再来看到是川普现在嘴巴上面喊的是要抹除伊朗，而且接下来就是林肯号也快要到中东地区了，他到底会不会按下一个开战的关键呢？还是演一出吓人的心理战而已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当伊朗喊着要圣战，以色列则是传出要对伊朗打7000枚的飞弹，这一场仗可能从哪一个点会开始失控？是伊朗先出手，还是以色列会来先做清算？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中东战事随时引爆，因为川普已经说过，他很快就会下令对伊朗来做动手了。那么我们来看到，只要能够推翻伊朗政权，来自以色列的说法，我们愿意承受来自伊朗700枚飞弹的轰炸，也在所不惜。确实，现在伊朗已经做好了这个完全战争的准备哦。伊朗现在说呢，正在为以色列的最后一战做足了准备，这是来自于最高领袖哈米尼军事顾问说的，并且警告了川普，只要你敢动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是你在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宣战了。接下来，伊朗就有可能做的反制是号召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士兵上去，一起共同发起圣战。我们要来看到除了在这个外交上面、政治面的喊话，在军事上，伊朗也有所新动作了。目前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伊朗在获得了俄罗斯的批准之后，首度完成了射程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范围是足以涵盖在美国的纽约跟华盛顿的，这是来自于 X 账号的最新报道。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进入了高度的戒备，增调它的防空系统来到中东。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武器现在又有什么的新进展呢？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来自于 X 的账号也特别做了一个分析，说中国大陆的各种高超音速巡航或者是滑翔飞弹在内已经逐渐的往伊朗这边送过去。X 博主 War 也特别做爆料了，大陆近期伊朗收到了大陆的红旗9B 防空飞弹系统之外，还有至少16架的中国军用运输机直忙的奔往德黑兰。而川普最新发文，他也说了，如果我真的如外界所说，你们要把我暗杀的话，你的伊朗就会从地表被我们美国给完全的抹除掉。而美以确实在军事上，刚刚讲的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准备，美以在军事上也做了大幅度的一个戒备跟部署。来看到的是，美国做的是最新向中东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的飞弹防御系统之外，还有雷射导引反无人机系统也抵达了科威特的空军基地。美军的 F-15战机预估会集结总数达到24架。另外就是林肯号，预估在这几天就会正式的到达中东。以色列也喊话，可能会发射超过7000枚的飞弹，现在都已经对准了伊朗。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出动，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的巡弋飞弹DF-26等等，还有它的红旗9B 的话，真的进到中东，那么美军的航母，尤其是林肯号，还敢不敢靠近？这些武器能够把航母给击退吗？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以色列现在跟伊朗还有美国这3个国家真的是，如果说一不小心这个3个国家情势有误判的话极可能就擦枪走火。因为伊朗现在从上次的暴动事件到现在，
我们可以说将它形容成一只已经受了伤的野狼哈。这个受了伤的野狼，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现在正在这个也是在惊慌失措当中。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刺激，它可能反扑的力量是会很大的。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历来从几次的中东这个以阿战争，我们就看出来，以色列一向采取的策略就是先发制人，他绝对不会等到这个埃及国家或者是说阿拉伯国家对他发动攻势以后，他才采取防御式的反击。他通常都一定是先发制人，因为他的国土战略纵深小，他可能承受不住第一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说伊朗有个风吹草动，那以色列会不会就采取以往的战略先发制人？那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也处于在这个受伤的状况之下。那如果说美国这时候对他有任何刺激，他会不会给你来个鱼死网破？就对以色列或者对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各个基地来实施发动攻击哈。那当然这一波来讲，我们从之前有听说过中国将这个这个红旗9这款导弹运送到伊朗，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有的哈，因为红旗9属于防御性的武器，它属于这个区域防空的一个导弹，射程概略是200公里。那伊朗可以将它护卫到它的德黑兰或者是它核设施或者重要的军事设施附近来做一个区域的一个防空。当然不可能达到全国都防空，可是对这几个地方来讲的话，它只要防护它自己本身领导阶层，避免被斩首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我认为中国如果说将东风26、东风27，还有鹰击21这几款的这种大杀器，如果说提供给伊朗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了因为这个按照地缘战略来看的话，中国目前也不太愿意将这件事情做得太过头，得罪美国因为毕竟来讲，美国是最大一个这个对中国来讲还是很大一个强权的国家，他不愿意不管在经贸或者是地缘上面跟美国结下这么深的仇怨。那因为这几种武器确实是大杀器，如果说搬到伊朗去对美国来讲的话，它的航母我认为是确实是不敢靠近，因为我们从这个美国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航母大概就很少靠近第一岛链附近了，这态势已经很明显了。甚至于在南海那边，我们看到因为中国有东风这个26、鹰击21等等这些导弹，这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大概都在这个南海的南边这个很少靠近北边，因为他也担心如果说是万一一个擦枪走火，他会承受不住这些攻击。这几款的导弹有几种特性，第一个它都是超高音速所以它速度是快到你很没有办法去拦截的。第二个它都是会变轨的，所以你更难拦截。那你可以说这几款导弹有没有打给美国看过？我特别要讲，还真的打过，而且还真的打中过靶船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它分别从中国的这种东南部会，大概是江西这个地方的导弹发射阵地，跟这个它的西北地方甘肃这边分别发射2枚不同款式的导弹。那在同一个时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射，但是却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命中南海的靶船。所以这几款大杀器，我想说中国大陆不是在吹牛的，它确实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美国来讲的话，它当然它不愿意去赌这个。那在中国或许双方还可以借着外交，借着高层通话来处理一些问题。那对伊朗来讲，如果说是美国来讲没有办法通话，那可能所要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可是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不至于会将这几款大杀器提供给伊朗。好，针对看起来中东战事一触即发，中国大陆或许看起来还是会特别的留一手，有一些的武器可能还是不愿意提供给伊朗的。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呢，他最新我们要来看到美国又部署了哪一些武器？刚刚看到伊朗部署的武器，还有中国大陆给的武器之外，我们来看到美以现在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这时候川普也喊话了，他说他有收到一些消息，说有可能暗杀他的消息，来自于伊朗的情报，他自己得到的情报。那他也说了，他已经下达命令了，一个密令。如果说他被暗杀的话，他就会把伊朗从地表上抹除掉。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
发言。那么，美国跟以色列又祭出了哪一些武器部署好来做准备呢？我们请导播来 take 一下 CG， 包括了美国的官员自己证实的，向中东地区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防空系统，还有刚刚讲的反无人机系统 F-15战机林肯号，还有以色列的7000枚飞弹。林肯号都快要到了，川普现在是准备开打了吗？或者是说他还在等什么？那伊朗说他有可能发动的这个圣战，有没有可能扩及成全球恐攻？赖老师怎么看？首先我觉得川普讲的那个他发的密令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前提是他如果被暗杀死了，那他已经有密令了，密令就会生效。问题是谁来执行？因为你要把伊朗从地球表面抹掉，你除了核弹以外，核战没有可能。那问题就是你继任者范斯怎么可能说对伊朗8800万人发动核战，去把这个8800万人都杀光？这怎么可能？而且伊朗旁边周边接近的国家，包括这个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他们都要受到核战的这个影响波及，怎么可能？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讲那句话是空话，因为范斯即使接了代理总统，他也不会去执行这个川普的这个密令，把这个伊朗从地球抹平。所以这个是讲幼稚的话，很幼稚，3岁小孩讲的话没有意义。而讲的这句话会不会就把伊朗吓死了？也不会。但是你看美国现在的动作，把爱国者导弹、把萨德系统，它都是防空的防空系统装上去，把这个雷射反导无人机的系统装过去，这个都是属于防卫性的。防卫什么？当然就是要防卫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很多啊，不管是在卡达、在科威特，到处都有这些军事基地。那问题就在于，因为伊朗已经证明他有能力很准确的打击到美国设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就是不管是采用这种中程的精准式的超高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采用无人机，都可以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要把这个防卫性的武器放到这边来，所以这是防卫性的，不是攻击性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攻击性的东西。您提到了有关于 F-15战机向中东集结25架，美国去抓一个马杜罗，一个人跟他太太2个人，一男一女，就抓这个马杜罗，他就要出动航母战斗群，而且是最先进的航母战斗群福特舰，然后出动多少战机呢？150架的战机，不是架次，是150架，包括 F-22，包括 F-35，包括 F-16，包括 F-18，包括空中预警机，还有包括电子干扰机，再加上无以胜数的空中这个无人机。你想想看，150架战机浩浩荡荡的跑去了委内瑞拉，才抓2个人。你要用这些战机，就要把160万平方公里的伊朗，有8800万人口，革命卫队就已经将近20万人，民兵还有60万人的这个大军，你说要用这一些一个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再加上这几架战机，然后就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你不要，你姿态也摆认真一点，我就会觉得。川普，你认真一点，你真的认真一点。你在委内瑞拉你都搞这么大阵仗的，你到伊朗这个摆这个阵仗没有意义。那以色列说我用7000枚导弹打你，他这个是威胁性的。为什么威胁？就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本来就是这个川普要打你，我还劝他不要打你，但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这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只是说，如果你真的打我，我就7000枚导弹来伺候你，那这个还是威胁性。这代表什么？以色列并不支持川普在这一次对伊朗所发动的战争。好，所以以色列先喊话啦，就是做一个防御性。他说7000枚的导弹准备对准的是伊朗。那他也说了，你伊朗随时打来700枚都没关系，我们都做好准备了。有没有可能现在看起来伊朗跟以色列谁会先发制人？委员又怎么看？谁会先发制人应该要看美国怎么发制跟以色列、伊朗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住700枚到1000枚的
弹道导弹的攻击啊，这个以色列自己来盘算，大概拦截个80%左右，还有200多枚可能会击中。那击中的时候是击中了重要的地方还是不重要的地方？上一次大概有1/10会击中重要的地方，9%击不中那个重要的地点啊。那这样的一个攻击，以色列要不要承受？这以色列自己盘算。那从美国来讲，客观的来说的话，现在美国攻击伊朗几乎是最好的时机，啊，最好的时机，对哈，因为他战略上不会去说我要消灭8000万人啊，或者什么革命卫队，他战略上只有2个，第一个把所有的这些伊朗的教士集团的头大概50个全部铲除，有没有这个能力？要看到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准不准啊？如果像珍珠党的话，那准得不得了。那是50个教士集团头子，可能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这政权都改变了。第二个，革命卫队大概就50个头，这50个头如果一夜之间被消失，像那个叙利亚民兵一样，那就解决了。所以看他到底情报有多准，如果情报不准的话，那可能还要来个第2次、第3次，那就有的精彩了哈。所以他的战略目的就是一方面，如果防卫以色列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防卫美国的军事基地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啊。那伊朗当然有很多的飞弹导弹，可是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厉害。为什么？因为打以色列的弹道导弹它基本上是所谓的液态燃料，液态燃料很讨厌，加油啊，加燃料要加个1-2个小时才能够发射，它不是固态拉出来马上能够发射，这一点是它的短板所以液态的比较容易侦测那上一次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基本上美军跟英军没有出手，没有空中拦截，所以才比较容易打得中，而且量很大，以色列超出以色列所囤的导弹的数量。那如果以色列真的有7000枚对700枚，不要以色列那场谣，要说我就干了为什么？因为目的不是要消灭伊朗，目的要铲除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的满清末年了，坦白讲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了。那至于刚才厉将军有提到说中国会不会介入？不会的啦，中国没那么笨啊，就扶持一个满清末年的王朝，绝对不可能嘛。何况那些武器都要中国自己去操作，那你去得罪美国，那是中国有本事啊，连台湾都不敢这样打了，还敢去帮伊朗打？不是我笑他，对不对？所以我是讲过，在台湾都不敢打，怎么可能去帮伊朗打？不可能。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